骑着国产的 V4上赛道了，虽然是个巡航车，但还是有点小期待的啊。还是老规矩，上赛道是这种车的话，头1、2圈我还是先简单的让车热一热，然后呢，顺便感受一下，假设在日常的这个使用环境里面，车辆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气温呢也稍微有点低，所以现在目前胎温和水温都还没有太上来，正好可以晃一晃。像在赛道里骑这种车呢，其实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赛道是封闭的，也不用担心有人逆行啊，或者说是有车别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骑。所以呼吁同志们，如果想压弯的话，来赛道吧。OK， 开始。那么这个车现在来讲，我觉得在这个转速4000到6000应该是一个比较日常常用的转速吧。在这个转速情况下呢，目前发动机的震动 OK。还好，表现的还可以的，除了脚心上稍微有一点点麻的感觉，手掌上啊、屁股上啊都没有这个震麻，一点都没有，这确实是。然后转速提上来，如果是超过6000转的话，在6000以上的时候，震动的点基本上没有变化，还是集中在脚部上，所以可能我觉得啊，跟这个车架子的关系比较大，因为车架子是摇篮式那种车架，对于这种运动类型来讲呢，我觉得车架的承托力啊，包括发动机的振动抑制啊，都还是要有一些加强的。但到8000转左右的时候还是一样，这个震动感还是一样，只是来自于脚部。坐垫和这个手部都没有什么震动感。另外呢，在日常骑行的时候，这个骑行三角啊，我个人觉得我这个身材比例还是可以的。1.75米的身高，然后我的胳膊呢是稍微有一点往前倾的够着车把，上身也是随着前倾了一点，但还不至于特别的这种绷着劲儿的前倾。但也不是像这种传统的巡航车那样子，身体完全直立的。所以呢，这个日常骑行来讲呢，我觉得它有一点街车的性质在里头啊，车把的宽度也是，不是很窄，相对来讲比正常的街车呢还要稍微宽一点点。这样的话，在日常骑行的疲劳度会得到一点点更多的保证吧。但是更多的这个车呢，我觉得整个车还是偏运动一点啊，包括这个避震器，这避震器的颠簸感呢，像在赛道这种平路上来讲呢，都也是比较明显的。想想如果是在路况一般的公路上面来讲呢，可能避震器会觉得颠簸的太明显了就。但是对于这种运动型的场景，这个避震器我觉得会有比较好的表现，至少是超过这个常规的一点巡航车的表现。因为这个类型叫做运动巡航，对吧？既然它是运动巡航，那就一定是要有一定运动的基因在里面的。包括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啊，然后车架子的表现、避震器啊、刹车啊这些等等。那么在过了这圈之后呢，那胎温上来，水温也能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车速提起来。但是在日常的骑行当中呢，这个车的现在的这个发动机的平顺性啊，我觉得还是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的。但是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低转速区间啊，比如说现在在低转速区间里面，这个发动机的制动力有点太明显了，就是它让车速很明显的一个点头式的下降。这个对于油门的控制感呢，需要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当然，在你骑熟这台车之后呢，你是可以很轻松的，也比较容易的做到对于这个发动机输出的控制。让它不至于太猛烈的这样一收油就点头这样子的感觉。这个在低转速区间还是需要注意一点的。然后这个刹车的这个力度控制也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刹车啊，这个整个这个刹车杆的这个行程呢不是很长，刹车杆的行程比较短，所以你勒一点，这个刹车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制动力。加上前面又是一个双盘的一个刹车系统，所以你对刹车的控制感呢也要多熟悉熟悉。这样才能够比较顺畅的控制这个车的加速和制动，像这样子，刹车力的表现还可以啊，毕竟前面是一个双盘，表现还不错。
那么这一圈呢，我觉得可以稍微提点速度了，感觉轮胎抓地上来一些了，可以放心的去放一点角度，然后我们顺便再来感受一下这台 V4 发动机在高转速区间的表现。走你！刹车的力度在这个速度起来之后呢，感觉稍微有一点这个不是很有信心啊，也可能是因为轮胎的原因啊，这个我现在还没有数据支持，只能说主观感受上来讲，在急刹的时候信心不是特别的足，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刹车杆的这个行程啊太短，所以这个线性的感觉还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一下。但是制动的效果来讲，目前除非是特别极限的驾驶，现在来讲还是 OK 的。然后现在放角度的时候呢，你会能感觉到这个避震器的支撑力呢也还是可以的。出弯的时候的动力输出从6000拔到上面往上拔，因为这个车啊最大68匹马力呢是在10500转出现，最大扭力是8000转，所以弯道里面常用的应该是6000到8000转的一个转速输出。至于这个10500的马力输出，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万转以上的 V4 声浪来了。哈哈，哎呀，先甭管这个发动机运行的品质感到底怎么样啊，就这个急加速油门全开的这种爽快感呢，它还是真的是有的。在这个快速翻身的弯道里面，这是摇篮式车架的一个弊端了。我觉得，在这种快速翻身的弯道里面呢，摇篮式车架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支撑力不足。然后在这降个档试试，看看发动机的输出。出弯我们从6000直接给达到最大的8000转的扭力输出。OK。加速感是很直接的了，虽然只有68匹54牛米是吧？但是对于一台这样国产的 V4 发动机来讲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动力表现呢，至少从感官上来讲还是很顺畅的，只是在低转速区间变得有一点不流畅。但是现在这个高转速区间，对于一台运动巡航来讲，我觉得这个玩的属性也是 OK 的。急刹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双闪的输出，这也是一个小设计啊。哇，但是这个很容易就蹭到脚踏呀。应该轮胎还没到极限，所以这个车的设计呢应该还是比较保守的，毕竟它还是看起来是个巡航车。但这边也是一样，这边我觉得是不是探针没有了？因为这个角度已经跟左边一样的，但是现在探针还没有到地。在左边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蹭到脚踏的。反正从动态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车低速的时候呢，可能并不是它的强项。这个高转速真的是有点酣畅淋漓的感觉啊！哎呦，以36000块钱的这个价格，能够感受到4缸的这样的一个动力输出和感觉啊，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有作为的感觉。不能说超值吧，但是这种感觉真的是挺爽的。当然了，这个90度的 V4 发动机呢，这个它的点火顺序啊，现在没有资料，我也不知道。但从这个声音上来判断呢，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 V4 啊，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的空间。但是论这个国产车的进步啊，还是要肯定一下。虽然它有很多的小问题啊，有一些瑕疵啊，但是总要给人家时间和机会吧。哈哈，过瘾。你看这个车的变速箱其实还容易找到空档了，是吧？换挡起来也是比较流畅。然后我们看一下后轮的这个情况啊，果然是，你看后轮还有大概1指宽的这样的一个极限的使用呢，这就用不上了，因为这边明显脚踏已经蹭地的比较厉害了。所以这个车设计的极限呢，并不在于压弯，还是这种酣畅淋漓的加速和巡航的感觉。
其实呢，我还是要肯定和感谢这样的车出现的啊。首先第一点呢，虽然它有很多瑕疵，但你说从这个车辆的级别上来讲，比如它是一个600cc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 V4 发动机的巡航车，还是一个运动巡航，然后呢，它的价格呢只有35999，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这个车的出现呢是填补了一点市场上的空白，或者说让更多人有机会能够以一个更低的成本去感受到之前遥不可及的大排量重机的这样的运动巡航的这样一个车的体验吧。而且这个车从账面上来看呢，其实也并不难看，是吧 ？V4 发动机，然后68匹输出，还有胎压监测，有 TCS， 有 ABS 倒叉，然后前面的双对式活塞的刹车等等等等，这样子是吧？让你觉得面子上也还是 OK 的。虽然说有些地方需要改进啊，包括比如说发动机的运行质感和平顺程度，还有包括发动机的声浪，我觉得瑕不掩瑜，它的出现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了，我觉得对于国产的 V4 的发动机和这样的重型机车来讲呢，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OK， 这就是以上对于这台闪600在赛道的一个简单试驾体验。那么关于这台车更多的信息呢，有兴趣你可以下载懂车帝的 APP， 上面有更详尽的试车报告。